男人将一大桶生命源泉倒进一个洞穴，不到一会功夫，一只长相奇特的动物就爬了出来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洞口外面等待已久的男人抓个正着。这种长相酷似龙虾和蝎子的动物，它的名字叫尼龙虾或蝎子黄，有的地方也叫海菇虾。尼龙虾不属于保护动物，甚至在菲律宾被当地人称之为害虫，因为这种尼龙虾有一个喜好，就是很喜欢在农作物旁边打洞。它的体长一般在20至40厘米之间，一般情况重0.5公斤左右，最重的能达到5公斤以上。虽然尼龙虾的样子极其丑陋，但它却是当地民众餐桌上的一道极品美食。今天菲律宾小哥带上几个好基友，是要进行一次为民除害的大扫荡。不过在出发之前，还要做一些秘密武器，方便抓捕。只见小哥拿着树根扎成捆，然后用狼牙棒使劲敲打，树根被捣碎之后，开始渗出白色汁液，这正是小哥需要收集的秘密武器。小哥把树根汁液全部浸泡在水里，然后用瓶子将桶里的水全部收集起来。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，众人开着小船立马向目的地进发。不到一会功夫，小哥他们就来到一片红树林里面。一进去很快就发现一座座用泥土堆积起来的小堡垒，这正是尼龙虾的豪华别墅。每栋别墅外头都有一个进出口，小哥用手指轻轻拨弄几下，洞口立马分崩离析。可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轻松捕捉到尼龙虾，因为每个洞穴的深度大概有2至3米之深，即便小哥把它上面一层泥土推倒，依然看不见尼龙虾的踪影。这时秘密武器终于大派用场，小哥找准尼龙虾出入口，然后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精华液，对准洞穴里面用力挤上几口，接着用桶打来一些河水加以灌溉，直至河水溢出洞口为止。其他好基友也没有闲着，他们也按照小哥的指引找来几个洞穴，接着挤上几滴精华液，最后往洞穴里面灌满河水。尼龙虾的一生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，另一个日常工作就是打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像这种洞穴在这里简直多如牛毛，泛滥成灾。如果你是在农村出生，就知道当地农民有多憎恨这些尼龙虾了。他们打洞的能力比山鼠也差不了多少。小哥和好基友很快就把这片红树林区域搜索了一遍，凡是尼龙虾的洞穴都挤上精华液和灌满河水。现在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尼龙虾探头吐气。小哥他们也懂得凡事都有劳逸结合，故此在休息等待的时候，午餐就简单应付一下即可。大家有说有笑，乐此不疲，既对生活充满激情，同时也乐在其中。这也是你想要的农村生活吗？Panganiban. Sabinya pangahin. Ganun. Kamali. 吃饱喝足之后，就开始收获工作。小哥来到之前灌满水的洞穴查看，一只尼龙虾已经蹲在洞穴口一动不动。好基友毫不含糊伸手便将其抓了出来，清洗干净之后，这种长相奇特的尼龙虾终于露出它的真容。我相信大部分小伙伴都没有见过，更别说吃过了。就在此时，另一只尼龙虾居然爬出了洞口。好基友小心翼翼匍匐前进，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另一只尼龙虾牢牢地控制在手中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把尼龙虾的一只大钳子也弄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左边的洞穴也有了动静。只见一只尼龙虾露出半个小脑袋探路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已经被洞口外的好基友尽收眼底。可能是因为小哥他们的交流声太大，尼龙虾尝试退回到洞穴里面，可不到一会功夫，洞穴里面的精华液效力依然浓烈。尼龙虾逼不得已鼓起勇气再次爬出了洞口，可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好基友瞄准时机果断出手，第3只尼龙虾就这样成为囊中之物。蒙面哥也不甘落后于人，连抓2只尼龙虾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其他哥们也行动起来。正所谓输人不输阵，好基友刚刚右手抓起一只尼龙虾的时候，又发现旁边有一只尼龙虾已经跑出洞口很远的地方，试图回到河中躲避抓捕，不过最终也难逃人类的魔抓。这时，一只巨大的钳子从完好无损的洞穴口伸了出来，
他似乎收到同胞被抓的信息，企图掩耳盗铃，悄悄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他不曾想，自己的行踪早已被洞口外的人类窥探得一清二楚。一只恶魔般的黑手将其牢牢抓住。好基友为了得到完整的尼龙虾，于是他直接将洞口大卸8块，一只巨大尼龙虾就此完美无缺地收入囊中。这位好基友更是在短时间内抓到了4只，实在有点过分了。又是一只在洞穴里受不住精华液效力的尼龙虾。他开始试探性观察洞口外的一切动静，稍微有一丝风吹草动，便立马龟缩回到洞穴里面。一旁的好基友耐不了性子，直接伸进洞穴，试图强行把尼龙虾抓出来。可这次尼龙虾迅速回到洞穴深处，即便好基友把整只手都伸了进去，最终也只能让这只尼龙虾成功逃跑了。不过尽管如此，绝大多数喝过精华液的尼龙虾，最终也难逃被抓的命运。捕捉尼龙虾不但要求会制作特殊的捕猎工具，还需要考验你捕捉尼龙虾的手速和胆量。一旦失手，只能再次安静等待尼龙虾的出现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失，尼龙虾在精华液的效力影响之下，很多都自己爬出了洞口。这时你只需顺手牵羊即可。Sige yun guys. Yun. Yes. Nagbalik sa butas. Gabay sa batas guys. Buti na lang nakita mo. Gasa muna. 不到1个小时，小哥他们就抓了好几10只。凡是吸食过精华液的尼龙虾，它的反应都会变得缓慢。一旦效力过去了，它们的行动能力就会恢复正常，而且也没有后遗症残留在它们体内。所以食用这些尼龙虾，对人体也不会造成任何副作用。现在小哥分出一部分人来捆绑被抓的尼龙虾，而其他人则继续寻找抓捕。小哥他们开始拿着绳子绑住每只被抓尼龙虾的虾尾，既方便携带，也防止单一的丢失。这时有一名好基友故意吓唬旁边的朋友，示意在他的裤裆那里有一只尼龙虾，吓得朋友下意识用手护裆一下后连忙跳了起来。这时众人都嘿嘿哈哈大笑起来，快乐就是如此简单。很快今天抓捕行动也接近尾声，小哥用木棍将刚才捆绑好的尼龙虾挂在一起。从每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们对今天的猎捕行动结果相当满意，每个人都洋溢着满脸笑容。Oh, nice, ayos. Uwi na, uwi na. Jambu. 解决一天的疲惫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一次尽情的畅游。如果不行，那就来2次。身体清洗干净之后，是时候回家了。小哥他们回到家之后，换上新的衣服，然后开始为尼龙虾更衣沐浴。刷子在尼龙虾的身体不停来回摩擦，试图将其身上的泥垢刷得一干二净。而旁边另一个哥们则清除尼龙虾的内脏，一条条长而粗壮的虾线被扯了下来，这是尼龙虾最脏的部位。你有见过这么粗壮的下水道吗？而且里面全是黑不溜秋的淤泥和排泄物，想想也很恶心。全部尼龙虾清理完毕之后，就开始准备各种调味料和配菜。生姜、大蒜以及洋葱都是必备材料，没有这3种调料，尼龙虾的腥味就难以去除。与此同时，尼龙虾也需要用水煮沸一次，然后将其捞起放在盘等待后续工序。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，现在开始烹饪。先把煮熟的尼龙虾全部放在锅中，排放好之后加入姜葱蒜，然后加入椰子油，接着撒上一些粗盐用来提鲜。盖好锅盖，放在火中开始慢炖。Alright. 不到一会功夫，一锅充满鲜味的尼龙虾迎面扑来，再加入几颗切好的辣椒加以点缀，简单而豪华的尼龙虾盛宴完美出炉。吃着自己辛勤劳动抓来的食物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，加上与好基友的分享，一颦一笑都乐在其中。这就是农家菜，朴实且不浮夸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